其实美国一直都同时有2位总统，一个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另一个在安全屋内掌握着一切。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没有之一，至今46位美国总统中就有10位遇刺，其中4人身亡，遇刺的概率超过20%，曾被试图刺杀的更是高达30多位。由于处境如此危险，每任总统都会指定一个幸存者，若政府遭遇灾难性袭击，唯一不在场的指定幸存者就会立刻继任总统一职，来确保政府的连续性。但指定幸存者一般都是权力巅峰中的前10位，而科曼作为排名第13的最不重要的住房与发展部长，却成为了指定幸存者，不是因为他能力拔群，反而是因为他总被排挤。因为美帝朝廷从来没被团灭过，所以这个指定幸存者很多时候都不太重要。之前一直是老师的科曼新上任部长3年，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群众基础。他提交的改善居民住房建议也被总统屡次驳回，还即将被降职。在一个内阁以上的全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上，总统为了不让科曼出席，就敷衍他，用指定幸存者的名义把他排挤在外。没想到科曼正在安全屋内和妻子闲聊时，电视上的总统会议画面突然消失。就在这时，保镖突然闯进来，要将他带去五角大楼避难。新闻也开始播报，国会大厦内部或者周边发生了爆炸。科曼打开窗户才看到对面的国会大厦已经被烧成了废墟。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科曼和妻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保镖护送到了车里。这时保镖才告诉科曼，国会成员和总统已经团灭，他现在已经是新任总统了。接着科曼就被带进白宫进行了宣誓，因为此时正等慌乱，他需要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科曼被带到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一桌子的高管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完全没人顾得上他。而幕僚长的话比他这个总统都管用，全国上下已经乱成了一团。突如其来的压力让科曼一阵反胃，他跑到卫生间狂吐不止。就在这时，隔壁坑位突然有人跟他说话，他是专门为总统写稿子的撰稿人。他说现在主持大局的新总统叫什么他都不记得，现在还要主持大局，而且他还是权限最低的内阁成员，并且今早上刚刚被前总统革职。更可笑的是，现在他却成了总统，而这个新总统就是个小跟班，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还说他没资格治理这个国家，应该退位让贤，找个将军或者中情局主管来接手。当他出来看到科曼时，直接就吓傻了，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新总统。但科曼并没有怨恨他，而是认真的问他是不是应该让位。撰稿人也实在的回答他是的。看着眼前的撰稿人如此坦诚，科曼非但没有辞退他，反而开始重用。虽然科曼也有些退缩，但他知道就目前而言他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全国上下都在指望着他，他必须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坚强，来稳住当前的局面。作为总统的科曼必须将核钥匙随身携带，手下向他交代了发射密码验证密码，一旦发生袭击，便可以通过专门的电话来下达指令。 Do you need my fingerprints or an eye scan or something? No, sir. It's not like the movies.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所有的敌对国都声称与这次袭击无关，但卫星图像显示10艘伊朗海军驱逐舰已经开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全世界30%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的咽喉要塞。将军认为这明显是伊朗的一场有预谋的挑衅，他们准备用这次的事件切断西方世界的石油主要供给，并且伊朗大使15分钟后就要上门拜访。很明显，这是一次对美国的试探。科曼警告大使，他不想自己当上总统的第一条命令就是进攻伊朗，所以3小时内撤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驱逐舰，否则明天早晨的头条消息一定会是伊朗遭受美国的致命打击。大使完全没想到这个新总统在国难当前还有这么强硬与冷静的外交态度，只好灰溜溜的答应。而科曼现在面临的可不仅是内忧外患，还有信任危机。他上电视发表安抚民众的重要讲话，撰稿人为他写了一流的演讲稿，为了看起来形象威严，撰稿人还提醒他摘掉眼镜。可尽管做足了准备发表讲话，他的早间新闻还是没能缓解公众紧绷的神经。有媒体还说科曼之前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从未经历选举，并质疑起了他的总统能力。有些高管甚至不敢上班，他们担心白宫就是下一个目标。官员们都不服他这个新总统，在早会上吵成一团，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密歇根州州长还私自下令对当地穆斯林公民实施严格的宵禁，对不听指挥的普通居民进行抓捕。科曼亲自打电话命令他取消宵禁命令，可州长非但不听，还说并不认可科曼这个总统，甚至连科曼现在的左膀右臂也开始谋划起了要秘密解决科曼。因为面对几乎灭绝的恐怖袭击，作为狂热好战分子的将军立刻申请派出所有战机，随时准备向敌国发动战争。可科曼却认为这么做只会引发更大的恐慌，便驳回了他的申请。看新总统这么不听话，将军便开始联合幕僚长，准备找机会秘密处理掉总统，换一个能服众的人上台。第二天，科曼在国会大厦的废墟上，为了重建民众的信心，他脱掉防弹衣准备开始演讲。台下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新闻里播放着密歇根州长暴力抓捕无辜穆斯林市民的视频，所有人都吵着要科曼给个解释。而一个手摸衣兜的人此时却慢慢地走向科曼，幸亏保镖及时发现，立刻将其制服。科曼被一群保镖掩护上车逃离了现场，但没想到他们抓到的杀手兜里只是一部手机，并没有想象中的手枪。总统第一次演讲就闹出了大乌龙，让原本重建信心的演讲变得适得其反。祸不单行，密歇根州警方暴力抓捕的穆斯林青年不幸身亡。面对完全不听总统命令、几乎宣布独立的密歇根州长，科曼没有一点办法。所有人都怀疑起了总统的能力。
而此时，一个比科曼更适合继任总统一职的人出现了。她是作为2号指定幸存者的女议员，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资历都要比科曼深。女议员表面上完全支持科曼当总统，她说让科曼尽情发挥才能，无论他需要什么只管提出来。对于科曼来说，女议员无疑是在雪中送炭，但科曼现在还不知道，女议员私底下在偷偷调查着科曼的一切，试图找出他的破绽，还试图拉拢科曼身边的红人幕僚长，提醒幕僚长不要站错队。他秘密掌握着白宫里的一切信息动向，不断干扰科曼做出的决定。很快，他趁虚而入的机会就出现了。本该是提升形象的访谈节目，却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阴谋。主持人故意给科曼挖坑，问他在事发前已被前总统革职的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否认，他余下的政治生涯将是一片谎言；若是承认，他可能会立刻下台，成为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统。面对记者挖的坑，科曼选择继续走他的真诚路线，大方地承认了该消息属实，只是他当时还没同意。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质疑起了科曼总统的合法性。原本科曼想在前总统葬礼上用悼词来树立威信，可访谈节目一出，前总统的儿子也拒绝科曼来念总统悼词，而是请表面一直支持自己的女议员来念。女议员也早有准备，这让科曼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阴谋的可怕。就连专门给总统写演讲稿的撰稿人也被他的悼词深深打动。果不其然，在演讲过后，女议员的呼声水涨船高，台下爆发了久久不绝的掌声，这让科曼的总统宝座岌岌可危。同时，这个冒牌总统的词条也被顶上了热搜第一。正在科曼随时面临被弹劾的风险时，电视上出现了一条绝密视频，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公开承认是他们袭击了国会大楼，但这条视频是科曼下令保密的，因为科曼觉得事有蹊跷，他们主动承担责任可能是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所以他们首先要找到这个头目在哪。可视频一公开，科曼面临着信任和能力的双重危机。科曼怀疑是女议员发布的，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找到了女议员。但女议员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他说虽然这个视频并不是他发布的，可这条视频帮了科曼一个大忙，因为过不了1个小时，话题就不会是总统去留的问题，也不是女议员的发言有多精彩，而是他们要共同面对一个卑鄙无耻的敌人。人们也会因此讨论新总统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事情确实如此。视频一经播出，国民的关注点全部转移到了恐怖组织身上。显然，现在形势对科曼有利，女议员没理由用这个视频来转移矛盾。于是，科曼立马想到了深谙此道的幕僚长，一问果然是他干的。虽然这么做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但起码没人再来关心科曼总统的合法性。这就像有些国家出现内部矛盾时，会向外发动战争转移矛盾一个道理。不得不说，前幕僚长的政治手段比科曼这个新总统要老辣得多。说完，他直接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把他的处决权交给了科曼。这职场教科书一般的操作，立马让他获得了科曼的信任，也让他在跟女秘书的竞争中获胜，再次成了新总统的幕僚长。跟女议员的较量刚结束，另一边的密歇根州长又再次挑起事端，在电视上公开抨击科曼是骗子总统，还带头反对他继任。眼看他的密歇根州将要独立，科曼不得不考虑下令用史无前例的暴力手段镇压。他派出自己的顾问去找密歇根州长，但当他一下飞机，就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当地的军队和警察已经严阵以待，州长当场跟顾问把话挑明了说，密歇根州不归科曼总统管，更不归总统的手下管，叫顾问哪里来的回哪里去。自从国会被恐怖袭击团灭后，密歇根州长就把穆斯林和极端分子画上了等号，开始对当地穆斯林公民实行宵禁。一个年轻人试图反抗暴政，却被警察乱棍打死。面对记者的声讨，州长却说比起总统什么都不做，他这样才是在保护民众安全。一句话就把种族歧视的行为偷换了概念，占领了道德高地，还在电视上说科曼没资格当总统。舆论压力全被转移到了科曼头上，不光害他演讲时闹出遇刺乌龙，还被所有人们怀疑起了能力。他这个总统随时可能垮台，如果不采取强硬手段杀鸡儆猴，那每个州都会像密歇根州这么做，纷纷闹独立。到时候科曼下台不说，美国都有可能四分五裂。于是科曼下令让当地驻扎的将军派警卫队物理接管密歇根州。很快，数十辆装甲车就浩浩荡荡赶到了现场。然而，警卫队不是来执行总统命令的，而是来给州长站台的。将军更是直言，他拥护的最高统帅不是总统，而是密歇根州长。眼看政变无法阻止，顾问当机立断，下了一招以牙还牙的险棋。他组织了大量反抗宵禁政策的市民，让他们一股脑地前往现场抗议。当着一大堆记者的面，州长也不敢暴力驱逐，总统又占领了舆论优势。顾问顺势给了个台阶让州长下，叫他跟自己回华盛顿，有什么意见当面跟总统谈谈。没想到科曼这个老六不讲武德，落地后州长还面带微笑，想着有事好商量，结果科曼根本不给机会，直接把他送到了华盛顿监狱，剥夺公民权利，违抗总统命令，再加上叛国罪，州长当晚就得把缝纫机踩冒烟。科曼突然变卦也是为了立威，以后谁也不敢质疑他这个总统的合法性。没想到刚解决完州长，五角大楼里那个一言不合就要跟全世界开战的暴力狂将军又跑出来对科曼大呼小叫。他们刚刚发现声称对恐怖袭击负责的头目
此时在阿尔及利亚藏身，将军便私自下令关闭该国的防空系统，正准备派出战斗机发动袭击，但此时还有一个追踪头目的特工不知去向。为了保证特工的安全，总统不让将军贸然行动，可将军觉得这是必要的牺牲。不过科曼这次血狠了，当场把不听话的将军开除。What? General, you are fired. 换了个听话的上将替代他，现在目标已经锁定，随时准备开战。可因为科曼的优柔寡断，目标却逃跑，错失良机。情报人员查到该目标藏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一间医院的地下室，而医院里有过100名员工及病人。如果按照原计划进行空袭，就会杀死很多无辜百姓。最终，科曼不得不派出海豹突击队执行抓捕任务，但机会可不是随时都有。由于情报的缺失，拥有15秒光速收割本拉登这种逆天战绩的海豹突击队，对这次行动也只有50%把握。这夜科曼无法合眼，因为他的命令将决定了20个人是否能够生还。有些人的孩子才刚出生，可却不得不出任务去冒险，这让他内心无比不安，并且科曼总统地位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这项行动的成败，成了他就是里根，败了他就是卡特，国会也会将罪责归咎于科曼。然而就在这个决定生死的紧张时刻，幕僚长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海豹突击队的一架直升机在下降时遇上沙尘暴坠毁了。飞行员实行战术着陆，所幸无人伤亡。队员们趁着夜色迅速潜入目标楼内，很快就顺利包围了目标。但此时一片黑暗的房间里早已站满了孩子，目标利用孩子们当他的护盾，行动一时间陷入僵局。监控里突然传来一声爆炸，画面和通讯也随之消失。焦急等待的科曼此时如坐针毡，不过仅过了1分钟就传来目标已被生擒的捷报。然而海豹突击队队长当场牺牲，目标刚被抓回来还没审问，科曼就以为危险解除，匆匆召集了所有州长齐聚白宫谈论重组国会。正当科曼讲着冷笑话开场白时，窗外的枪声随着州长们的掌声响了起来。幸亏白宫的窗户都是防弹的，才没造成人员伤亡。科曼不得不先安排对头目的审讯，必须要问出他还有多少朋党。可没想到刚给头目安排上审问项目，科曼自己就先遭到了州长们的审判。由于昨天科曼突然抓捕了暴动的密歇根州长，又开除了不听话的五角大楼将军，引发了其他州长们的集体恐慌。他们害怕自己以后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违抗总统指令。女州长更是尖锐地问科曼：“你是不是无法容忍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之前跟科曼很熟的州长还想帮他说2句好话，立马被旁边的人怒对道：“科曼上任后没有任何成绩，那些抓人的事都是手下机构干的，这些事谁在白宫都能做。而科曼不光执政经验不足，还是以指定幸存者身份上位的，并且事发当天才刚被前总统革职。我们凭什么让你当总统呢？”听完台下州长们的话，科曼一句也无法反驳，起身说：“或许我真的不应该当总统。”然后独自走了出去。州长们说的都没错，前总统确实是因为不想让他在国情咨文上发言，才让他成为指定幸存者，待在安全屋的。管理总统的幕僚长看不下去，你上台时还亲口说我们会再次崛起，并且比从前更好更强大，怎么能轻易被那些州长的话击垮呢？你是这个国家仅有的机会。一针鸡血下去，科曼又有了拼劲，对州长们说：“我可以下台，也可以做出改变，但现在国难当前，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争辩，也无法单打独斗，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要我辞职，还是一起携手共进？是时候做出选择了。”州长们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能继续选择科曼。不过州长们手里还有最重要的国会选票做筹码，威胁科曼把他们州的难民赶出去，科曼也只能妥协答应。为此还跟意见不同的妻子大吵一架，但他还不知道当晚 FBI 发现一个重要情报，科曼妻子的前男友可能和国会袭击案有关。女记者也告诉撰稿人一个重磅消息，科曼总统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原来俩人在一起时，妻子就已经怀了前男女的孩子，可因为深爱着对方，所以科曼不打算做亲子鉴定，把孩子当作自己亲生的抚养长大。可谁知妻子的前男友因逃税入狱，还在监狱里四处宣扬第一夫人的儿子是自己的。这件事还没头绪，科曼又接到了紧急电话，中情局告诉科曼，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解救教练回国，因为他其实是一位资深间谍。作为国际知名教练，他能见到各国的总统政要，多年来给中情局提供了不少情报。违禁药物可能是被人故意放的，这样俄方才有理由抓捕教练。禁药的指控是终生监禁，但他的间谍身份一旦被俄方发现，将要面临的就是死刑。得知此事后，总统急忙和俄方大使会面，商量怎样他们才肯放人。而俄方也早已知道教练是个间谍，开出了让美国无法答应的离谱条件。大使让所有美国的核武器都从土耳其的英切利克空军基地撤离，并且表明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看着俄方大使身后的3位国防部代表，科曼也不敢放狠话，谈判当场陷入僵局。正当科曼无从下手时，女顾问想出一个主意。当年华盛顿奇才队与雷霆队交换控球后卫，但是奇才队没有雷霆队想要的球员，所以他们得去第3支球队找，这才达成了第3方交易。谈判不成，说明美国没有俄国想要的东西。他们立马想到沙特现在扣押着俄方间谍，而美国手里刚好有4名沙特间谍作为交换。科曼当即找到沙特大使，开门见山提出一项协议，说只要你们把俄方间谍还回去，我就把4名沙特间谍还给你们。另一边又跟俄国大使说，只要你们把教练放了，沙特就把你们的间谍放了，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种3方共赢的骚操作让2位大使眼前一亮，当场同意交换间谍。
科曼总算松了口气，妻子来找科曼，因为他刚刚去看望了他的前男友，问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前男友说很简单，就是让总统放他出狱，否则他就会跟记者说总统的儿子不是亲生的。面对这种小威胁，科曼根本不当回事。当年两人结婚时，妻子就觉得怀孕的时间不对，想去做亲子鉴定，但科曼坚持不做，因为无论儿子是不是亲生的都无所谓，毕竟他一直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亲儿子。就在这时，科曼接到电话，让他去指挥中心。本以为三方交易的事情已经势在必得，但科曼还是高兴得太早。就在三方说好放人的当天，教练却没有出现在押送间谍的飞机上。科曼还以为是俄方突然变卦反悔，没想到中情局线人传回消息，发现教练此时正跟俄国间谍头目在一起。科曼和中情局主管直接傻眼，原来教练一直是双面间谍，俄方和沙特每损失一兵一卒，就轻松换回了自己国家的间谍，而美国当了回成人之美的大冤种。看着美国被耍，俄方大使还不忘对着总统嘲笑一番，说他如果玩国际象棋超过1个月，肯定就不会上这种低级的当了。科曼也不甘示弱地回怼道，没有什么比兵更具杀伤力，兵走到底线就能变成皇后。他嘲讽大使是一个小卒还自视甚高，但口嗨归口嗨，科曼的执政经验确实很差，也让他第一次体验到了国际外交的可怕。可此时他根本顾不上反思，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就在昨天，科曼获得了一份爆炸模拟图，从而得知炸毁国会大厦的人就藏在他们身边，他必须尽快解除藏在内部的威胁。于是他找到模拟图的制造者，试图寻找想要的答案。制造者赶紧解释，他跟国会发生的爆炸毫无关系，他做这个文件是为了防止这一切发生，而不是让它变成现实。能接触这份文件的人是极少数的，当初他发给了国防部安全小组，可他们全都在国会爆炸中身亡。其次，2年前他还发给了北方司令部的将军，也就是总统前不久刚开除的那位。与此同时，科曼刚任命的副总统威胁到了女议员的地位，女议员一天内辗转80个电视台，疯狂反对科曼总统和副总统。另一边，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这个从国会爆炸当天唯一幸存的副总统，似乎并不简单。